你好，阿力。那么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个比特币重新站上了5万美元的这个高点啊。那么全球加密货币市值呢，升至了2.2万亿美元的这个大关，创下了519大跌以来的新高，逐步逼近了历史高位2.55万亿美元。那么目前呢，BTC 市场占比是42.5%，那么以太坊市值占比呢是17.4%。很多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比特币站上了5万美元的大关，对于很多博主来讲是这么值得庆祝的呢？确实是啊。那么另外一点啊，5万美元呢是一个心理关口，一旦站稳了，很多保守一些的这个投资者才敢追进来加仓。而激进的投资者们此时已经获利超过50%了啊！恭喜大家。那么不管怎么样，只要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牛市回头了，那么这个行情还会继续一段时间的。我们今天啊，主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周末发生的有关加密货币的大新闻。那么节目的第二部分啊，非常的关键，我们对比一下狗狗币和比特币在上一次爆发的时候的一些技术指标，从而能够大概知道狗狗币会何时爆发，何时站上1美元。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想跟大家宣布一下，那就是我最近筹划很久的这个阿力读书会啊，终于上线了。那么其实我们很多观众都很清楚，我经常在视频里面鼓励大家去多读书，读好书，要培养自己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怎么在如此浩如烟海的这个书海里面找到自己想要读的那几本呢？或者是怎么样能够避开一些无用的阅读呢？那么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阿力读书会。那么经过好几个月的精心准备工作，今天阿力读书会啊，终于跟大家见面了啊。那么想要拓展自己知识边界的小伙伴和想要提高自己认知水平的朋友，可以加入阿力读书会。我会在1年之内带你们读完100本精选不同领域的好书，包括经济、金融、生活、历史、经典等各个领域。每一本书呢，我都会自己进行深度拆解分析，梳理本书核心内容、案例和要点，在15到20分钟的音频中为你们呈现出来。而且呢，每一期的这个内容都会根据书稿制作相应的思维导图，方便更好的理解全书的内容。录制音频的目的呢，主要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利用好碎片时间去精进自己啊，因为它拓展的不仅仅的是你的视野，更多的是你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边界。那么读书从来都是投资自己最好的一种方式。如果之前的你常常因为成本过高而难以开始尝试，那么欢迎你加入我的阿力读书会，开始改变的第一步。从现在起到8月29号加入的小伙伴还可以获得这台蓝牙的小音响，可以用它来听我的读书会。加入方式呢，我就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的描述栏里，欢迎呢大家加入我的读书会。另外呢，已经加入阿力优管会员的朋友，你们会有一个额外的优惠，我会在优管的会员区呢单独通知大家。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啊。那么首先进入第一个新闻啊，是德勒调查啊，他说加密货币将在10年内与法定货币竞争或取代法币。那么8月22日的消息啊，德勒年度全球区块链调查发现，76%的金融专业人士认为，数字资产呢将在未来5到10年内成为法定货币的有力替代品，或者是完全替代品。那么德勒呢是与毕马威、安永和普华永道一起被称作4大会计事务所的这个之一啊。那么他在过去的4年中进行了一项区块链的调查，2021年的调查首次明确涵盖了区块链支持的商业活动。那么该公司调查了来自巴西、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和美国的1000多名金融专业人士。那么这项调查呢是3月24日到4月10日之间进行的。那么这也是今年加密货币市场的鼎盛时期。那么81%的受访者同意该技术具有广泛的可拓展性啊，并实现主流采用。73%的人认为他们的业务应该采用区块链和数字资产，如果不采用该技术啊，将失去竞争优势。65%的金融专业人士认为，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接受数字资产的最大障碍。63%的人认为，网络安全是另一个障碍。60%的人认为是监管的障碍。考虑到法律框架和技术基础设施尚未跟上加密技术啊，这以10多年前创造的新兴技术的步伐，那么这一担忧呢是不足为奇的，并且有很多网络安全漏洞呢会吓跑
高风险行业，尽管面临挑战，但加密货币在金融专业人士中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当谈到如何部署加密货币的问题时，4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企业最终可能会采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选项，45%的人会将他们的这个资产代币化，44%的人表示加密货币将允许他们的机构访问去中心化交融这是有一套这个加密货币持有者使用的非托管金融应用程序和协议。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今年3、4月份的这个调查为什么到现在才公开那么我想他们一定也不想在暴跌的时候这个公开这个数据让人骂。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之前也讲过当新闻公开的时候就是这个牛市进一步开启加强的时候。那么第二个新闻呢，就是 PayPal 在英国推出加密货币服务。8月23日的消息那么 PayPal 正在将其加密货币服务拓展到英国，允许客户在其平台上购买、出售和持有4种不同的加密货币。那么这是 PayPal 首次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拓展起加密货币服务，将于本周开始推广。PayPal 表示用户将能够以最低1英镑的价格进行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和比特币现金交易那么这个客户必须已经验证他们的身份才有资格交易。PayPal 商业账户将不被支持。PayPal 是去年10月份向美国客户推出了加密货币买卖和持有服务的。那么 PayPal 在英国启动其加密货币服务，那么这标志着 PayPal 在去年美国推出加密货币产品以来的首次国际扩张。好，那么我们今天进入节目的这个比较重要的第二部分。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比特币疯涨，狗狗币呢没有及时的跟上，很多朋友就在后面问我，这个狗狗币还有机会吗？今年还能上1美元吗？那么大家都不要着急该来的呢一定会来大家看我这个胡子还在很多人朋友上次节目留言说胡子是不是刮了我想那一次是穿的黑衣服，而且光线不太好。那么这个我的胡子还在，狗币的希望就还在。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谷歌的这个热度，关于狗狗币和比特币的热度。大家看这张图片，那么目前狗狗币的热度是明显不如比特币这就是这个横轴的最后一点。但是呢，你往回看今年1月份、4月份和5月份的时候，曾经有3次狗狗币的热度呢超过了比特币。那么这个现象我之前很早就跟大家在节目里面提到过，那么大家平时可以密切关注这个谷歌的这个热度指数，一旦狗狗币的热度上冲就说明启动主升浪了目前还没有到主升浪，但是呢也要注意这个狗狗币短时间的热度，如果说无限的接近100到这个顶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很多小伙伴们最近也发现了狗狗币教父 Elon Musk最近好像不怎么喊单了，对吧？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大家一定猜不到那么我也是观察了好久才发现原来一些庄家呢在利用这些关键词搜索，他们锁定这个 Elon Musk 的推测，只要他的推文出现 Dogecoin 这样的词语就会启动机器人进行大单的买卖，甚至他们的机器人可以精准的分析出来 Elon Musk 的推文他表示的是对狗狗币的利好或者是利空分析的非常的精准。那么我们前面几个月都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只要是 Elon Musk 发推的含狗狗币狗狗币就会飙涨。那么 Elon Musk 后来也发现了，他也不是傻子，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现象，所以最近他发推文非常注意，他宁愿这个使用这个图片更换头像，他也不用文字来直接表述自己对狗狗币的热爱了。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大家发现伊隆马斯克最近好像不喊单狗狗币了，但是呢并不代表伊隆马斯克抛弃了狗狗币但是话说回来，那么是不是马斯克跟主力庄家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这个现在目前主力庄家还没有吸筹码吸够，一旦等庄家吸筹码吸够了吸饱了，那么伊隆马斯克再启动这个喊单，再发这个推文，包含 Dogecoin 包含 Doge 这些关键词汇，那么这也是有可能的大家再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这是狗狗币45分钟的这个走势图。我希望大家观察下面的这个交易量的这个柱状图那么大家看一下下面这几根很大的这个柱子，中间的这个是
时间的间隔呢是非常有意思，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时间点，前面的这几个呢是每隔6个小时来一次放量，那么后面他故意把这个时间再拉长一点，然后呢再跟接下来的后面的这个交易量的放大呢又是6个小时啊，那么这也是机器人在按时间点在进行买卖的一个重要的信号。那么总之呢，只要这个比特币站稳了5万美元，那么我们就不愁狗狗币它没有机会，狗狗币是一定会选择合适的这个时间点往上攻的，它没有理由一直停留在0.3美元的这个平台。那么我相信啊，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狗狗币很快就要起飞，将冲向1美元。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点击这个视频描述栏阿力读书会啊，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今天录的第一本书啊，就是黑天鹅啊，我希望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启发。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